我叫陈露，20岁成剑仙，卫护人族。我一人一剑，独守镇妖关300年。可今日我守护了300年的子民，却将我押上斩仙台，污蔑我独占灵气，骂我是欺骗天下的无耻小人。我笑了，我散去100年修为，与这忘恩负义的人族一刀两断。但他们不知道，就在我转身的瞬间，被我镇压了300年的百万妖魔，已在关外睁开了嗜血的双眼。陈露，你身为剑仙，居然谎骗天下，说镇妖关外有大妖肆虐，这只是你为了独占灵气的谎言。若不是柳莹公主发现你的阴谋，我们都还被你蒙骗。今天当着天下宗门的面，我离燕国宣布，攻不下你这种狼子野心的卑鄙小人。我就说怎么会有人这么好心，一人独守300年，原来是为了独吞灵气。什么镇妖关，分明是陈露编造的谎言。无耻，这种人怎配称作剑仙？若不是柳莹公主亲自前往，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那里是宝地。仅仅300年，你们就忘记了当初妖族肆虐，视人族如血食的景象。20岁成剑仙，妖族入侵，首领战死，我一人一剑荡平100万妖兵，如今却被人污蔑。若非镇妖关屹立边境，阻挡妖兽征伐，整个玄天大陆都已被妖族侵占。现在你们告诉我，我独守300年是为了一己之私？死了到临头还嘴硬！柳莹公主亲自作证，镇妖关外一片祥和，难道公主还会冤枉你？恋爱脑公主，当初她想越过镇妖关和妖族太子谈恋爱，若不是我阻拦，她死都不知道怎么死。崔国师，和这种卑鄙小人有什么好说的？你不是已经突破圣境了？直接一根手指戳死他！什么？崔国师已经是圣人了？传说圣人可摘星夺月，移山填海。陈露独享灵气300年，还在剑仙境纹丝不动，崔国师却已成圣人。太一教掌教紫霄真人，他也突破了。还有剑神山的剑神凌云。陈露，你号称虾伐第一的剑仙，但我为剑神，我才是剑中之神。我3人同为圣人，亦毫无胜算。若现在跪地磕头，承认罪过，可饶你不死。圣人，4大凶兽穷其一口能吞300个这种货色。我之所以还在这境界，是因为将修为全部反哺给了镇妖关。你们确定不要我镇守镇妖关了？没错，镇妖关外的灵气应当属于离燕国所有修士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陈露从此和离燕国和镇妖关再无瓜葛。他竟然恬不知耻地笑了。等他一走，说不定我们也能突破成剑仙。你这话的意思是，从今以后，我与离燕之间的因果一刀两断。没了，那片天地压制我妖族的剑意竟然消失了。人类弱小且无知，竟然将他们的守护神逼走了。陈露，你站在我身上的这一剑，要你人族亿万血石来弥补。镇妖关的大机缘终于要归我们了。陈露20岁成剑仙，肯定是因为那里有天大的秘密。他独守300年不回来享福，就是舍不得离开大宝殿。陈露，你毁了我的爱情，一句轻飘飘的一刀两断就想抵消吗？国师，我以离燕国公主身份命令你立刻杀了他。我们仗着圣人境才敢嚣张，你个筑基丘凭什么？哼！怎么，你还敢对本公主动手不成？你现在跪下道歉还……我早！这一剑留你一命。这一剑我一个人挡不住，还好还有另外2个圣人。这他妈真是人能做到的。诸位，陈露虽然对不起离燕国，但我们没必要和这种人计较。以后只要陈露跪下认错，为离燕国服役1000年，我们也不是不能给他改邪归正的机会。若他继续执迷不悟，我3位圣人定斩不饶。崔圣人心胸宽广，能成圣人，但是这份度量就不是我们能比的。和3位圣人比，陈露这剑仙狗屁不是。离燕国边境，陈露受一丝明物之引向南行，踏出离燕国境时，他修为尽散，境界崩塌，已与凡人无异。这才是我的机缘，从头来过，反而是我登顶之高的机遇。我妖族复兴之日正在近照，谁同我一起踏平镇阳关？12尊化形大妖到来，其中3尊已达圣境巅峰。参见雄起大人。雄起
启大人，有男人在镇妖关，我们过不去呀。放心，那人已经被人族自己逼走了，我已经感应不到他的气息。现在待在镇妖关的是陈露保护了300年的人族，他们早就忘记怎么战斗，只会勾心斗角。他们在我妖族面前不值一提。那还等什么？立刻发兵！百万妖族靠近镇妖关，但因陈露剑气未散，不敢轻举妄动。既然进不去，那就让贪婪的人族出来。此宝珠对人族修士诱惑力极大，让我们看看这些人族都是什么货色。镇妖关，绵延万里的关隘，无数修士蜂拥而至，争抢修炼宝地。这就是镇妖关，哪里有什么妖族事呢？这灵气太浓郁了，呼吸一口都要突破了。难怪陈露撒谎也要独占这里，这简直是修炼圣地。现在开始，这块地方归我了，你们都滚开！凭什么？不知道先到先得吗？她是吉柳营公主的闺蜜叶青，剑道天才。陈露独占300年，这是对我们女修士的压迫。我们女修士占据最好地方，不应该吗？哼，你们应该感激柳营公主，若不是她逼走陈露，你们哪有机会站在这里？众修士纷纷退让，叶青盘腿修炼，眨眼突破圣府境。这镇妖关真神奇，我才修炼一会儿就突破了。只要一直修炼下去，我也能成为女子剑仙。等我成为女剑仙，第一件事就是替公主殿下报仇。不对，按这速度根本不可能20岁成剑仙。陈露一定有秘密没交代，那才是她成为剑仙的关键。对了，秘密肯定在镇妖关外。我要成为女子剑仙，让所有男人看看女人的力量。镇妖关外，一处荒凉之地。你是何人？为什么在镇妖关外？自然因为这里是我家。你家？传说这里妖族肆虐，怎么可能是你家？我明白了，一定是陈露嫉妒你长得比她好看，把你赶出来的。你放心，陈露已经受到惩罚了，你可以和我一起回去。姑娘真是人美心善，难道不怕我就是妖族吗？妖族都是丑东西，怎么可能有你这么好看？而且妖族不过是陈露编造的谎言。我长得好看就不是妖族？姑娘，没听过幻形大妖吗？那你再看看我现在好不好看？因为我好看就觉得我是好人，人族女子还真天真。你居然是妖族，你难道不应该和我谈一场旷世奇恋吗？谈恋爱，你们只配当我妖族的血士，肉身鲜美，可这元神是臭的。你毁了我的肉身，毁了我成为女子剑仙的根基，我杀了你！就这，当年陈露随意一剑，都比你强千倍万倍。这怎么可能？卑微的人族，这就是实力差距。唯一能保护你们的守护神，却被你们自己逼走了，所以你们的死亡就由此取。人族之血可以加速剑气消融。镇妖关，12吨化形大妖。妖族通令，虐杀人族，踏破镇妖关。但怎么可能？这就是陈露面对的敌人。诸位修士不必担心，当初陈露那家伙独自一人守在镇妖关，也能坚持几10年。我等齐心协力，肯定可以击败这些大妖。你们赶快顶住，我现在速速回去。凭什么？镇妖关的机缘让你独享，现在出现危机就要让我们硬碰硬？你懂什么？我只是个弱女子，你们可是一群大男人，难道连这点担当都没有？更何况我的肉身已经被毁，只剩元神，还能做什么？一点都不知道怜香惜玉，你们活该一辈子无法成为剑仙。我必须赶紧走，只要元神还在，就能长一具上好肉身重新修炼。当初陈露孤身一人屹立镇妖关几10年，凭借超权威能让我们不敢踏上一步。如今那绝世强者已不在，谁还能挡着我们？杀！只要冲破镇妖关，就可进入离烟国。难道是横扫无忌，如入无人之境，杀得人头滚滚？终于把那家伙赶走了，柳莹，你做得很不错。镇妖关内蕴含天大机缘，陈露独占对其他人太不公平。从此之后，我们离炎帝国绝对能诞生更多剑道奇才，位居7大帝国之首。父皇，像他那种自私自利、忘恩负义的畜生，就应该千刀万剐。更何况那混账将我打伤，是怕将来我都不一定能修行。女儿放心，我已派出很多杀手前去截杀他，活不了多久。我还在离炎帝国境内下达永久封杀令，不会有哪个宗门敢收他。皇上大事不妙，慌慌张张成何体统？发生了什么事儿？先慢慢道来。镇妖关外百妖集结，引发滔天血祸，
大量妖兽准备破关而入，一旦让他们诡计得逞，只怕咱们离炎帝国就会血流成河。是吗？皇上有何吩咐？镇妖关外的那群孽畜，胆敢犯我大炎帝国！我现在命令你赶快前去除妖，将他们全部击杀在镇妖关外。是皇上。镇妖关血海滔天，巨妖灵关，镇妖关地面开裂，人族鲜血化为血雨，暗淡了原本坚硬的剑气。今天一定要杀个痛快。今晚凝杀气为剑，一击便撕裂成空，破开剑气，在镇妖关上出巨孔。兄弟们，今天咱们要大开杀戒！太好了，终于能好好填饱肚子了。那些修士有一个算一个，咱们今天鸡犬不留。成群结队的妖怪铺天盖地，朝着缺口涌来。完了，这些妖兽太可怕了，每一只都有100米高，那血盆大口能吞下一切。我们死定了！宛如洪钟的巨响传来，众人抬头望去，崔元年脚踏虚空，缓缓走来。快看，是国师来了！有国师在，我们有希望了。说得对，有国师还怕什么妖怪？那是什么东西？不知道，直接杀了就是。除了陈露，谁能镇压得了我们？孽畜找死！国师威武，不愧是生人，有他在，那些妖怪算什么？尔等蝼蚁，也敢犯我人族，速速退下，否则让你们生不如死！他真可笑之极，他以为自己算什么东西？我们妖族才不怕他！兄弟们，继续杀，一定要把他除掉。那可是你们自找的。我说了，尔等蝼蚁不是本国师的对手，你们再怎么样也无济于事。太强了！没想到离炎国还有这样的高手。故弄玄虚的东西，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今天就休怪我不客气。现在速速离去，否则必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好大的口气，我倒要看看你还能猖狂到什么时候。孽畜，找死！这股力量绝对不是你的。我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强？刚才那一击，所有妖族立刻撤退。今晚你在干什么？我们明明战绩上增。那个人，他还留下了别的东西。镇妖关底部，一把青翠木剑静静悬浮，木剑轻微颤动，仿佛感应到外界的战斗。国师太厉害了，一招就把他们吓跑了。这就是生人的实力，比陈露那个骗子强多了。区妖族，何足挂齿？虽然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，但结果对我有利就行。国师万岁！国师才是我们的守护神。陈露算什么东西？独占镇妖关300年，就是个自私自利的骗子。诸位放心，只要拜国师在，镇妖关永远不会沦陷。我留下的那把木剑能保镇妖关几个月时间，几个月后若无剑意浇灌，终将化为废木。不过那已与我无关了。既然我不在镇妖关，天下百姓死活与我无关，是时候云游四海，做自己想做的事了。那股剑意和当年陈露的一模一样，他一定还留下了什么。可恶，那个人类即使离开了，还在阻挠我们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既然硬攻不行，那就智取，让那些贪婪的人类自己毁掉陈露留下的东西。人心贪婪，这是他们最大的弱点。你说什么？陈露被离阳国赶出镇妖关了？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启禀皇上，千真万确，陈露已被离炎帝国驱逐。快，立刻派人去邀请他，速度越快越好，我怕其他帝国捷足先登。明白，皇上。见过父皇。云慧，你怎么来了？刚才在门外，你们的谈话我都听见了。您是准备邀请陈先生吧？自然，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机会。只要陈先生加入大秦，终有一日能一雪前耻。父皇说的对，但陈公子能力过人，其他几大帝国也会拉拢，他们国力远胜于我们。若想让他成为我们一员，必须拿出足够诚意。如果只派普通人去迎接，恐怕无法凸显诚意。你说的有道理。父皇，女儿闲来无事，不如让我亲自前去。我们帝国唯一的优势就是一片诚心，相信陈先生能感知到。那就辛苦你了。您这说什么话？像他那样举世罕见的人物，女儿能亲自迎接已是荣幸。不管最后他是否加入大秦，我能见他一面也是极好的。那你速速前去。还有这样的事，陈露离开离炎国了，快，把手下兄弟全部召集起来，我马上要去寻找陈先生，一定要让陈先生入住咱们燕国。只要他愿意来，不管开出怎样条件，我们都答应。皇上英明，有陈先生在，我们大燕必能崛起。无论如何都要把陈露拉拢过来。传令下去，据全国之力，务必请到陈先生。好久没睡得这么安稳了。
有人来了。你们是？晨露剑仙旷绝天下，修行之高深让无数人仰望，却偏偏孤身一人待在深山野林，实在是荒废了人才。大韩帝国太子韩冰然见过晨露剑仙，今日受父皇所托，希望你可以加入我大韩帝国，愿意授予剑仙将军之位。将军之位？燕国皇帝见过晨露剑仙。什么？皇帝亲自来了？大前帝国公主秦云慧特地前来拜会剑仙，得知剑仙出走燕国，父皇特地让我前来拜会。若是剑仙能前往大前帝国做客，愿意以国师之位，黄金1000万两。越国皇帝见过剑仙，若是剑仙能去我越国，不但许以国师之位，还可美女100名，国境之内任何一处都可设下豪宅府邸，同时黄金珠宝皆拱手相送。剑仙，我燕国虽小，但诚意十足。剑仙，我越国条件最优厚，您看如何？剑仙，你若能入我大前帝国，不管什么条件，只要您开金口，我们绝对不说二话。诸位的好意，我心领了。剑仙，我们韩国虽然条件一般，但太子殿下，这里轮不到你说话，我需要考虑一下。剑仙，我们越国已经给你修建好了府邸。剑仙，我们大燕帝国已经摆好了宴席，只等您的光临。我愿意去前国。多谢剑仙，多谢剑仙。剑仙，您这是为何？前国远远比不上我越国国力强盛。我会在乎那些。我们走。明白，剑仙，您这边请。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。天下的格局将会因此变更。国师，你这次做的不错，只是可信的妖怪没能被你拿下。皇上说的是，小小的妖族软如蝼蚁，不足为惧。启禀皇上，晨露阴险狡诈，毒辣无耻，且自私自利，蒙骗天下百姓。当初他还设立仙府联盟，掳落了不少人才，应该将建造晨露的所有庙宇全部推翻。言之有理，朕也觉得晨露蒙骗众人，那些庙宇都应该彻底焚毁。我是修道之人，对于功名利禄不放在心上，只是希望皇上能将我的画像雕身放在各大庙宇中，从而取代晨露。父皇，儿臣觉得国师说的确实不错，应该将晨露的雕像换成国师的。柳莹，叶谦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柳莹，我本是剑仙之资，天赋卓绝，这次若不是突发变故，我肯定能成为天下第一女剑仙。可是有一群畜生，他们不懂得怜香惜玉，居然准备和我争抢灵气最充裕的修炼场所。血祸滔天而至之时，他们居然准备跑，一点都不想着保护我。我可是一名弱女子，那些家伙简直丢了男人的脸。是哪些混蛋在妖族来犯之时临阵脱逃？我手中有份名单，柳莹，你现在把他们全部抓起来给杀了。其中有一个是小宗门的宗主，据说他女儿长得很漂亮，虽然跟我比不上，但容貌也不丑。我准备夺舍她的肉身。唉，叶青姐姐如此委屈你了。没办法，只能将就着用。也不知那女人上辈子做了什么好事，能被我看中肉身。叶青姐姐言之有理。国师，我觉得你刚才的提议不错，但庙宇内除了你的雕像，还必须要有我的雕像。这是为何？这次若不是出现意外，我绝对能成为第一女剑仙。世上有几个女子可以达成剑仙成就？就凭这一点，我也有资格被供奉。怎么，国师不想答应？你是不是瞧不起我们女子？柳莹，要是咱们国师歧视女子，恐怕能不能担任这个位置，还要仔细斟酌考量才是。国师，叶青姐姐说的有道理，你是不想答应吗？没问题。这还差不多。父皇，之前您说下达全国通杀令，把晨露逐出我们离岩帝国，不知此事你做了没有？早就已经下达，我大燕帝国天下共尊，乃是7国之首，只要我们封杀他，其他国家都不敢收他。到时候晨露一定会乖乖回来，如同一条丧家之犬，摇尾乞怜，想让我们原谅他。哼，要是等晨露回来，想要让我们重新收留他，也不是不可以。不过一定要把他双脚双腿全部打断，我要让他成为我手下的一条狗。放心，没问题。其他6大帝国绝对不敢违背我们的命令。不出3天时间，晨露绝对就会回来。若他愿意乖乖跪下，朕倒是愿意给他个机会。皇上，我们已经打探到了晨露的踪迹。他是不是已经回来了？回来了，先让他在殿外跪3天3夜，再给我磕头，把头磕破。朕的心情稍好了一些，再考虑要不要见他。父皇，您就是太仁慈，对那个王八蛋太手软了一些。既然他已经回来了，让他乖乖割掉自己一只耳朵先交上来。他毁了我的爱情，我也要让他生不如死。那个混账不是很自以为是的吗？觉得自己非常厉害，现在怕了是不是？他就是个垃圾，让他乖乖给本剑仙找一尊更适合的躯体。我要夺舍，他要是完成的好，将来我成为了剑仙，可以让他当我身边的狗。皇上，晨露还没有回来。他还没回来，怎么回事？难不成他去了其他国家？
可是其他几个帝国根本就没有胆量敢收留他，他完全无处可去。启禀皇上，6大帝国当中有4大帝国亲自前往邀请陈露加入他们，都开出了极高的条件。有2个国家甚至皇帝都亲自出动，剩下的2个去的也是太子和公主。他们许诺只要陈露愿意加入他们帝国，不管开出何等条件，他们都欣然接受。王八蛋！那4大帝国全部都得死！快说，到底是谁收留的那个畜生？回禀皇上，最后收留他的是大千帝国。很好，你现在去给大千皇帝写一封信，就说3天之内把陈露赶出他们帝国，再奉上2000万两黄金，此事就一笔勾销。否则，我不日将会发兵灭掉他们前国。是皇上。皇上，你不必担心，我现在已经派出手下几名弟子，让他们前去截杀陈露。国师，此话当真？那是自然，我若没猜错，他们应该已经快要动手了，用不了多久就会劈开人头来见。这些弟子全部是我手下精锐，我又教他们布置了无敌剑阵，杀掉一个陈露，轻而易举。很好，接下来便是那个畜生的死期，我也绝不会放过大千国。若6大帝国乖乖听话，他们可以相安无事，否则就直接将其灭之。好了，现在去做该做的事，先把跟陈露有关的庙宇全部都给推了，然后再换上国师还有叶剑仙的雕像。这还差不多。对了，再派人去催一下秦国还有赵国2国的供奉，本来昨天就应该交了，但是今天还没派人来，他们想死是不是？顺便让他们把供奉给我加成去年的2倍。现在没有了陈露独霸镇妖关，咱们帝国只会更强大，居然敢不早给供奉，是在找死。明白，皇上。穷奇大人都是属下无能，没想到陈露人虽离去，却依旧留下了一柄木剑。那木剑之上剑意汹涌，威力滔天，绝非属下能敌，恐怕短时间内难以冲破镇妖关。无妨，那柄木剑每日需要用剑意交换，时需再过几日，上面的剑气就会消散不少。到时候你们再派大妖前往，肯定可以突破镇妖关。到时候大开杀戒。好了，你先下去。明白，穷奇大人。刚才朕已经说了，从今往后不必再向大炎帝国供奉，你们听不懂是不是？皇上万万不可！离炎帝国国力昌盛，我们要是违背他们的命令，没有上交供奉，一旦将他们给激怒，只怕到时候将会遭遇灭顶之灾。还希望皇上可以三思。各位，不仅只是我们大秦帝国，从今往后不会再上交供奉，赵国也是一样。你们是真不知在大炎帝国最近到底发生了何等变故。炎国皇帝自以为是，愚蠢至极，他居然觉得大炎帝国能有今日成就，全部靠的是他自己的励精图治。还说剑仙陈露自私自利，孤身一人占据镇妖关，想要夺取其中灵气，现在早就已经派人把剑仙给赶走了。疯了是不是？居然赶走了剑仙陈露，那不是明摆着在找死吗？离炎帝国地势险地，原本诸和实力在各大帝国之间不在优势，一切都是陈露以天营之子玩诳来娱计的。结果现在他们居然赶走了陈露，用不了多久，妖族大举来犯，都会让他们大炎帝国好好的喝一壶。皇上圣明。你们不能推了剑仙的雕像啊！说的对，当初是剑仙保护了我们，这么做不是在过河拆桥吗？你们如此举动，简直就是忘恩负义！你们真是群蠢货，完全被陈露给蒙蔽了双眼。难道你们当真以为镇妖关多年以来平安无事，都是他的功劳？那个混账就是想占据镇妖关的灵气，从而好提升自己的修行速度。不久前妖族大举来犯，本姑娘和国师一起，照样把那些妖怪杀退。就连4大凶兽之一的穷奇，也都不是本姑娘跟国师2人的对手。顺便跟大家说一声，最多数日之内，本姑娘就能突破剑仙，我将会成为有史以来的第1女剑仙。刚才叶青姐姐说的不错，陈露就是个自私自利、喜欢诓骗百姓的畜生。如今他走了，咱们普通百姓也可以享受到镇妖关灵气的滋养。父皇还说了，我们帝国将会变得更加强大，从明年开始将会加大向其他6个国家索要供奉的力度，到时候分发给各位百姓，都能让你们过上好日子。要我看，陈露庙宇应该被推掉。说的对，换成叶青小姐和国师的雕像。换掉陈露，换掉陈露。本国师已经派出弟子，过几日就能截杀陈露，将他带回国都。你就是大千公主，长得倒是有几分姿色，只是可惜眼睛瞎了，居然看上一个自私自利的人。你今日若是乖乖听话，好好的服侍咱们2个，或许还能饶了你，否则我们就先杀陈露，再杀你。你们是炎国派来的？不错，今日派我前来的正是我们的师父崔元年，他现在已经是一位僧人，派我等4兄弟前来，就是为了把陈露给千刀万剐。上次在镇妖关让他逃脱，今天绝不可能再饶他一命。
陈露，现在马上给我滚出来，乖乖的跪下求饶，否则休怪我王小山对你不客气。就是你这个畜生，独霸镇妖关多年，最后被我师父拆穿，就想要逃跑。我们今天数百高手齐聚于此，就是要将你截杀。臭小子，你的死期到了！天地无量剑阵，臭小子，这是师父为我们专门研发出来的剑阵，即便圣境巅峰，也都必死无疑。出来受死！今天看你往哪儿逃！我这一招看你怎么挡！这些修士虽然修为不高，但联手布阵威力可怕，即便圣人也未必能全身而退。臭小子，此剑阵名为诛仙，是我师父专门用来对付你这畜生的。几百年来你独霸镇妖关，今日我们就要为民除害，你以为陛下放你归去就能逃过一劫，简直可笑！区区蝼蚁而已，何足挂齿？剑仙大人，现在我看你是在找死。哼，就这点本事？这怎么可能？居然用一把木剑就破掉了师父的诛仙剑阵！饶命！我不是故意的。罢了，刚才干什么去了？一句不是故意的，你觉得我就能网开一面？做人终究要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。他们已被剑气反噬，无需我亲自出手。明白，剑仙。大前侍卫纷纷上前，展开屠杀。转眼间400多士全部命丧当场。陈露留下一名少年修士，回去告诉你师傅，日后大炎灭国之日，不要登门来求我。没问题。我们走吧，出发前往大贤帝国。是，剑仙。烈日高悬，早朝本该结束，基地却不退朝，文武百官跪地面面相觑。皇上，不知今日何时才能退朝？今天把诸位爱卿留下来，是有2个天大的好消息，待会儿要与众人共享。皇上，不知您现在可否告诉我们是些什么好消息？那好，这也不必隐瞒，直接痛快的告诉各位便是。这第一个好消息就是国师已经派出数百弟子前去截杀陈露，想必今天应该就会把他的人头给带回来。陈露自私自利，多年以来妖言惑众，仗着昔日那微不足道的功勋，一直欺压在黎民百姓头上，作威作福，他马上会被杀。各位说说，这到底是不是个好消息？皇上，此话当真？千真万确。吾皇圣明，为天下除害，实在是好事一件。黎民百姓之福，苍生之福。当初陈露闯上公主，扬长而去，微臣就觉得该将其千刀万剐。只是咱们当今圣上心怀仁义，一直没有动手，现在终于杀了那个混蛋，好事的确是好事。说的对，有这样的皇帝是我们大炎帝国的福气。诸位，我就知道这个好消息与大家一同共享，你们一定会开心。皇上，只是不知这第2个好消息又是什么？第2个好消息就是，从此以后镇妖关不再独属于陈露一人，里面的充裕灵气可以让天下修士共享，咱们黎炎帝国国力日后肯定会步步走升。想必前不久秦国跟赵国应该也都是得知了这个消息，才没有按时供奉。若朕没有猜错，他们肯定是想先去筹集更多数量的供奉，从而讨好我们黎炎帝国。从今往后，咱们黎炎帝国不但国力会更胜之前，每年得到的金银也将是之前的数倍之多，这算不算好事？皇上所言极是，赵国跟秦国一直是6大帝国中识时务者的军阶，想必这2天他们准备了双倍的供奉，想要交给我们黎炎帝国。那些修士把陈露的人头带回来了，是不是？既然他们把陈露的人头给带了回来，那就应该亲自进殿，不管他身份尊卑与否，只要能杀了陈露，我就会好好的奖赏。皇上果然英明，你怎么回事？还不赶快把那些修士喊进来？是他们杀的陈露，跟你又有什么关系？皇上，我想说的不是这个，那群修士永远都回不来了，他们全部被陈露所杀，只留下了一个活口回来报信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皇上，属下也不知道，那一名报信的修士刚把消息告诉给我，就已经死了。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15，今日算他走运，暂且饶他一命。等过几日，我直接发兵攻打大前帝国，看他能逃到什么时候。皇上不必生气，肯定是大前帝国的人暗中保护陈露，才让他逃过一劫。就算陈露走了也无妨，反正待会儿大秦和大赵2个帝国将会献上更多的供奉，也是喜事一桩。宰相言之有理，只要有供奉在手，咱们就能国力日益更加壮大，灭掉一个小小的大秦，不过弹指之间而已。又发生了什么事儿？今天接二连三，一个个都疯了是不是？有屁快放！秦国跟赵国的2个使者，他们确实来了，不过没有给供奉，只留下了一封信就走了。什么？混账！都是一群混账！他们想找死是不是？难道说他们不知道，现在陈露那个畜生已经从镇妖关滚开？
从今往后，咱们帝国将会如日中天，更胜当初吗？他们居然还不按时交供奉，信不信我过几日就发兵灭掉他们2个国家？这里的2封信，您要不要看看？燕国皇帝基地昏庸无能，鼠目寸光，奸邪臣禄，卓绝天下。昔日孤身一人，突抗妖族，居功至伟，居然不知感激，反而忘恩负义，将其逐出离燕，此举愚蠢至极，如此不仁不义之国，从此之后秦国再不供奉。另一封信内容相差无几，只是落款从秦国变成了赵国。找死！宣威将军，微臣在。秦赵2国意图谋反，居然赶不上交供奉，朕现在派你亲自前往2国，对他们的皇帝问罪，劝他们半个月之内给我交上3倍供奉，否则必要让他们血流成河，民不聊生。是。皇上若是不是，都给我滚蛋！父皇，陈露的庙宇已经全部拆除，叶青姐姐跟国师的画像被供奉了起来。父亲，您这是怎么了？为何面色如此苍白？前去截杀陈露的数百修士全部被杀，大秦大赵2个帝国不但停止供奉，甚至还辱骂我等，说我瞎了眼，居然赶走陈露。父皇，您不必担心，这反而是件好事。我们离燕帝国颜面受损，你居然还觉得是好事？当然是好事。现在镇妖关内的天地灵气将会被我们所占据，咱们离燕帝国实力肯定会更进一步。现在秦赵2国以下犯上，我们正好找理由将其连根拔起，直接灭掉2个国家，再把其他4个国家也一并吞并。真是没想到，我宝贝女儿居然如此聪明。说得对，我们得迅速壮大自身，从今往后让天下再无7国。女儿还想告诉您另一个好消息，国师准备过几天就带着诸多修士直接杀出镇妖关，除魔卫道，屠灭妖邪。好，很好。镇妖关内虽有关隘受阻，但依旧灵气充裕，若是能够冲出关隘，岂不是一念天地宽？到时候咱们的修士只怕实力会更快提升，也可以趁早灭了大秦帝国。父皇言之有理，咱们后天就出发。行，没问题。剑仙要来了，真的要来我们大秦帝国了。20岁就能荡平妖邪，孤身出镇妖关外斩大妖，何等让人佩服！没想到今日这剑仙居然愿意来我们大秦帝国。欧阳兄，你说那叫陈露的年轻娃娃是不是沽名钓誉之徒？极有可能。离燕帝国皇帝能铸就帝国，屹立100年不倒，手段自然不容小觑。若陈露真有传闻中那般绝世风姿，怎么可能将他逐出镇妖关？说不定那些传闻都只是夸大其词，根本不足畏惧。说得对，你我2人多年来兢兢业业，勤勤恳恳，也不知为帝国做了多少。可是现在皇上一句话就要让我们听一个年轻人的安排，我心里多少不服。待会儿等那年轻人过来，我倒是想要看看他是不是真有传闻中那么天才。他若真的能胜过我等，日后听他的话倒也不是不可以。可要是让我知道他只是存心欺骗，此事绝不可善罢甘休。这就是剑仙，这么年轻，容貌还这么英俊，真是出乎预料。看他年纪轻轻，怎么可能有传闻中那么厉害？我估计他绝对是喜欢造谣之术，诓骗他人的不学无术浪荡子弟。待会儿你我2人一定要试一试他的深浅，可千万不能让皇帝被他给骗了。见过剑仙，见过剑仙。各位不必如此多礼站起来，我来大秦帝国也是有些事情要办，听说这里有颇多奇景，也想浏览一番，你们不要拘泥太多。剑仙，我们大秦帝国地处偏僻，在那玄天山外，就是域外魔族横行，每年产出也入不敷出，黎民百姓跟着我受了不少苦日子。剑仙威名赫赫，震动天下，要是您不嫌弃，就拜剑仙为国师，日后如何治理，全部听从剑仙安排。让陈露直接建议如何治理天下，那已经不仅仅只是简单的国师，相当于完全默许让他参与摄政。给他的权力实在太大了，看来这皇帝是真的没把我们放在心上。皇上，此事万万不可。就算剑仙并非常人，天赋旷古绝今，但治理帝国的经验远远比不上您。直接把整个帝国交给他，还是太冒险了一些。闭嘴！剑仙不远万里来我大秦帝国，意在守护天下苍生，你们2个居然敢对他不敬，找死是不是？
皇上，微臣并无此意，只是不久前听坊间传闻，剑仙陈露被逐出离炎帝国，是因为心术不正，想要把镇妖关内资源全部据为己有，不顾百姓死活。若现在皇上贸然将帝国安危系于他一人之手，实在不是明智之举。再说了，如今的他到底有没有能力帮助咱们帝国度过危机，恐怕都不一定。皇上千万不要被他蒙蔽了双眼。说得对，皇上，都说陈露剑仙威震天下，名声赫赫，乃是万古奇才，千年罕见，一身修为深不可测，不知可否让我们众人开开眼界？南宫国师，你怎么说话的？还不赶快给剑仙道歉！给他道歉。公主，都说陈露剑仙无敌于世，旷绝天下，但他一身修为也只是存在于传闻中，我等并没有见过。到底是真是假，恐怕咱们要试试看才知道。不然，如何能让天下百姓心服口服？陈露剑仙，不知你可否赐教一二？你们没资格。没资格。小兄弟，我等对你也没什么恶意。今天若是打一场，你胜得了我们二人，从今往后我们便对你心服口服。否则，就算你现在不跟我们交手，以后也避免不了一场恶战。不然你怎么能服众？你要是真的那么厉害，为什么不敢跟我们打？是不是你知道自己不是我们的对手，怕被当众拆穿，在离炎帝国行骗不成？现在又跑到了我们大前帝国来作威作福，是不是？二位国师，你们竟然还敢如此！突然，远方一声巨响，令众人望去。大师雅乌，怎么回事？今天为何突然有妖怪来袭？这里可是国都。皇上，肯定是魔龙岭出现意外，才让这些妖兽伺机而来。您大可不必担心，今天有我和欧阳兄二人在，定能保百姓平安。我们可不像某些人是沽名钓誉之辈。小伙子，你既然要当缩头乌龟，我们也不跟你纠缠。你若是没本事，就算坐上了国师之位，也迟早有一天会付出代价。两人话音一落，身子便腾空而起，化作金光，朝着百里之外射去。区区小妖也如此兴师动众。大前帝国城外百里，青色瘴气翻滚，其中红光闪烁，妖兽咆哮声震天。欧阳兄，看样子传闻不虚，那所谓的剑仙就是沽名钓誉之徒。他骗取功名利禄我不在乎，可是天下苍生要吃多少苦头？南宫兄，今天你我二人只怕要有一场苦战。我不怕，你我本就是为降妖除魔而生，即便今日把性命交代于此，也要保护身后百姓平安。这怎么会这样？南宫兄，看来今日你我二人只怕要交代于此。这些妖兽太强，我们不是对手。我们死了不要紧，只是身后的百姓恐怕要遭殃。那个剑仙把皇上耍得团团转，实际没什么本事。南宫兄，那是什么？这……南宫兄，看来今日你我二人确实错怪了剑仙。我们赶快过去道歉认罪。多谢剑仙，多谢剑仙。剑仙大人，之前都是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若有冲撞冒犯的地方，还希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。从今往后，我们二人甘愿听从大人差遣。起来吧，区区小事而已，区区蝼蚁，不足为惧。不过治理国家还是你自己处理，我没那个闲心。明白，剑仙大人，日后您就是我国国师，任何事情需要尽管吩咐，我一定尽心竭力。后天就要去镇妖关外寻宝了，国师已是圣人境界，带领万名修士，肯定收获颇丰。到时候直接灭掉其他6国。秦国、赵国，等我们找到宝物，头一个弄死的就是你们。父皇，仙府联盟已经集结完毕，明天一早随时听候差遣，明晚就可出发去镇妖关外寻找宝物和灵气之泉。此次总共有多少人？
仙府联盟成员加上我们的军队，总共5万人。仙府联盟知道陈露被赶走了，没人有意见。他们能有什么意见？我早就向他们揭露了陈露的丑恶嘴脸，那种自私自利的畜生，人人得而诛之。好，等出了镇妖关外，收获大量宝物分给大家，让所有人都知道，赶走陈露是为苍生除害。柳莹妹妹，你在里面吗？叶青姐姐，这么晚了有事？明日去镇妖关外寻找宝物和灵气泉眼，如此重大的事情，必须让我来领导。我未来可是天下第一女剑仙，上次要不是我的元神在旁加油助威，国师怎么可能打得过青鸾？姐姐说的有道理，那你的意思是？此次是人族头一次对妖族反攻，必将轰动天下。陈露那畜生胆小怕事，只敢独霸灵气，但我们要主动灭妖，翻开新篇章。我未来是天下第一女剑仙，这种重要事情必须听我领导，妹妹觉得如何？行，没问题，姐姐，让那群狗男人看看，谁说女子不如男？姐姐找到灵气泉眼，就能突破剑仙境界。好，今晚先休息养精蓄锐，明天出发去镇妖关外降妖除魔。没问题，叶青姐姐。离炎帝国校场，旭日初升，5万大军列阵待发。各位，据古书记载，镇妖关外乃是上好修行之地，灵气充沛，奇珍异宝数不胜数。今日我们大军集结，前往关外诛杀妖邪，同时得到的宝物将会归大家所有。让我们一起杀出去，荡平妖魔，出镇妖关。出镇妖关，出镇妖关，出镇妖关。各位，且听我号令，随我一起出镇妖关。国师，等一等。公主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这次出镇妖关不需要让你来带领，一切交给叶青姐姐。公主啊，上次是我打败了青婉，现在让我带领乃是天经地义，为什么要交给？闭嘴！将来她是会成为剑仙的人物，难道你对女子有意见？崔元年，你到底要不要脸？一个大男人居然和我一个弱女子争！再说了，难道你不明白女士优先的道理吗？像你这样恶心的男人，我看到你就觉得讨厌。上次你对付青鸾，如果不是有我在背后替你加油助威，你又怎么可能成功？一个大男人连这点气度都没有，你简直就是个混账！公主，此事万万不可！有什么不可以？未来他将会成为剑仙，修为和你不相上下。你若是不答应，就是瞧不起天下的女子，那也就是瞧不起本公主。明白。各位，咱们现在出发，去灭了那些妖邪。镇妖关，5万修士随叶青进入镇妖关，陈露木剑剑气虽减犹存。果然，镇妖关外面的灵气比内部充裕太多了。都怪陈露那个废物太懦弱，把我们大家骗得好惨。大家分头行动，一旦遇到妖怪，全部杀无赦。找到了宝物，可以酌情考虑留给自己。明白。青婉洞府，正在洞内调养生息的青婉，突然听见洞外传来声音。大人，大人，天大的好消息！发生了何事？如此惊慌？大概有5、6万人族出了镇妖关，来到了咱们的地盘。你确定没看错？大人，千真万确，我愿用性命担保。把兄弟们召集起来，今天我们要好好的饱餐一顿。是。镇妖关外，5、6万人族开始各地寻找宝物。有国师在，怕什么妖怪？终于可以得到镇妖关外的宝物了。镇妖关外就是好，灵气比里面充裕太多了。都怪陈露那个畜生太懦弱，把我们大家骗得好惨。说他是畜生都恭维了他，如此自私自利。当初我们太年轻，才信了他的鬼话。快，咱们多去弄点宝物。远方突然传来巨响，地面微微颤抖，一团巨大的灰雾弥漫。国师，不好了，那边有妖怪来了。抱歉各位，你们应该问叶剑仙怎么办，毕竟此次领导的人是他。老头子，你不要在那阴阳怪气，你不就是瞧不起女人吗？今天本剑仙就让你知道，女子未必不如男。大家无需害怕，随我一起。镇妖关外，几个巨大的妖兽从空中砸落，血盆大口张开。好久没有吃过新鲜的人肉了，真是没想到他们居然主动送上门。兄弟们，我要先开吃了。妖兽巨掌拍落，地面翻滚，数
数百修士化为血雾，数千妖兽肆虐，顷刻间血肉横飞，叶青狼狈逃窜。老头子，你一点都不懂怜香惜玉是不是？没看见本小姐在被妖兽追杀吗？你到底是不是个男人？赶快救救我！想要让我救你？刚才你在公主面前是怎么说的？怎么现在就怕了？国师，求求您赶快出手！国师，您现在要是还不动手，我们所有人都得死。就当我们求求您了，国师，在我们心目中，您才是这次行动的真正领导者。回去之后，我们一定会大力赞颂您的功绩。望你们说话没有用，要看叶小姐怎么说。崔国师，之前都是小女子有眼不识泰山，若有冒犯之处，还希望您多多担待。国师，您放心，只要我们能回到镇妖关内，以后绝对对你言听计从。那好，本国师就让你们看看我的厉害。老头子，真是没想到你如此胆大包天，居然主动送上门来。我今天若不杀你，怕是天理不容。大妖物，上次本座念你修行不易，放你一马，可你居然不知感恩，还敢大肆残杀人族！今天你若是在我面前废掉全身修为，自断双臂，说不定本座可以给你个痛快，否则本座一定要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得。不愧是圣人境界的国师，说话就是霸气绝伦。上次在镇妖关内，他仅仅只用2招，就将秦婉打得狼狈不堪。你个死妖怪！今天本姑娘一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上次本姑娘看你有几分姿色，愿意给你个面子，让你追随于我。谁知道你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你知不知道在人族中有多少人因为本姑娘茶饭不思，我都不愿意看一眼。你可真是个不知好歹的狗东西。2个蠢货居然白白的送上门来，今天若不吃了你们，那倒是辜负了你们的美意。你这又是何苦？本座原本还想饶你一命，既然你不知好歹，那今天我便把你千刀万剐。崔元年右臂轻抬，金色符文缭绕，一柄数百米长的金色巨剑在空中凝成，引得地面飞沙走石。不是吧？咱们的国师这么厉害吗？那是传说中的虚空成剑，直接用自己的灵力构造出一把虚空神剑。咱们的国师不愧是国师，真是了不起。要是以前就知道国师如此厉害，就应该趁早让他镇守镇妖关。咱们因为陈露那个懦夫，这些年被妖族欺负的好惨。说的对，今天有国师在这，管他什么妖魔鬼怪，都照杀不误。今天本座这就送你上西天，法则震天，天道借我一剑，诛灭漫天妖魔，降魔剑出。空中巨剑旋风射出，漫天雷声，周围虚空被撕开口子。真是个自寻死路的家伙！既然本小姐给你机会你不要，那你就要下地狱。蝼蚁而已。他疯了是不是？肯定是被咱们国师给吓到了。国师刚才这一招威力无比，他没有被吓尿，已经算很有勇气了。哼！国师败了。怎么可能？上次国师不是2招就把秦婉打败了吗？为什么跟上次不一样？难道是我没给崔元年加油助威？你为什么会这样？上次我明明打败了你。你真是个彻头彻尾的蠢货！你以为我是被你打败的？你在本王眼里连蝼蚁都算不上，就是个垃圾。上次若不是陈露在镇妖关内留下一柄木剑，几百年来日夜用剑气浇灌，关键时刻剑气化为长河击败了本王，我会输给你这样的东西。一切都是陈露的功劳，还只是他留下的一把木剑。我们是不是错怪了陈露？说实话，虽然陈露杀了我们不少兄弟，但我真的很佩服他，他确实担得起英雄2字。几百年来，为了镇压妖族，他摒弃自由，将自己画地为牢，在小小镇妖关内，从来没离开过一天，甚至担心有一天出意外，还专门用灵气灌注木剑，以防万一。像他那样的人，供起来都不为过，结果你们却把他赶走了，真是蠢得很。陈露居然那么厉害！当初他镇守镇妖关几百年都没问题，他才离开几天，我们就付出惨重代价。不，你在撒谎！你在撒谎！一个连我们妖族都敬重的存在，你们却弃之如敝履，还往他身上泼脏水。一个不懂尊重英雄的国度，就不配有英雄。哪怕陈露杀了我们不少高手，但只要他愿意成为我们一员，我们一定倾尽全力培养他。老头子，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一切才刚开始。你带来的这些人，一个活口都别想留。我现在先不忙杀你，要让你眼睁睁看着你带来的人全部死在你面前。兄弟们，可以动手了。100米，妖兽肆虐，去找猎猎，修士死伤狼藉，众人奔逃，皆为徒劳。
陈露剑仙，你在哪里？我们错了，我们真的错了，求求你赶快回来！我们离眼帝国绝对不能没有你。只要你愿意回来，不管你让我们干什么，我们都愿意。镇妖关外，地面血流成河，尸体堆积如山。崔元年躺在地上，见到惨状，闭上眼睛。怎么不敢看？是不是？今天你不敢看，那也必须得看。完了，这一次我崔元年是彻底的完了。还好我没有强出头，原来陈露在镇妖关下面留了一把木剑。说不定陈露就是看我长得漂亮，专门将那把木剑留给我，想要讨好我。找到了，就在镇妖关的最下方。果然，这把剑只会对妖邪动手，不会把我怎么样，一定是陈露专门留给我的。陈露，其实当初的你完全可以实话告诉我，你到底有多爱我。毕竟像我这么优秀的女人，没有谁会不喜欢。你给我留下的礼物，我收下了。不过我考虑了一下，未来我只能成为先帝的女人。叶青转身朝着镇妖关外飞升而去。镇妖关外，5万修士几近覆灭，为数10人幸存，于血泊中磕头求饶，站立不止。要是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，无论如何都绝对不会再把陈露给赶走。老头子，看到了没有？几万修士在我们妖族眼里只是开胃小菜，你们大炎帝国也不过区1万人，不到1年时间就能被我们吃得一干二净。接下来就该轮到你了。住手！今天有本女剑仙在此，谁敢伤害我们人族的人？你手里的那把剑是怎么回事？真是无知的妖怪！我告诉你，此把木剑根本就不是什么陈露铸就，其实是本女剑仙悄悄放在镇妖关内的，只是本女剑仙一直都非常低调，没有告诉你们而已。可惜你们这群废物根本不知道，还敢在本女剑仙面前作威作福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别怪本女剑仙不客气，今天我就要把你们千刀万剐！不要脸的东西，那把剑明明是陈露留下，你却将其据为己有。我告诉你，总有一天有你哭的时候。那把剑的时效最多也不会超过半个月，等剑变为木头，我第一个要杀的就是这个贱女人。兄弟们，赶快走！众多妖兽纷纷转身，消失在原野苍茫之中。太好了，那些妖兽终于跑了。多亏了陈露剑仙留下的那把剑，如果不是他的话，我们肯定早就死了。兄弟们，我现在才终于明白陈露剑仙到底有多了不起。咱们回去之后一定要让皇上把他给重新迎回来。太有道理了，只有陈露剑仙待在咱们镇妖关，我们大炎帝国才可以长治久安。你们说什么？有本事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。叶姑娘，难道我们说的有错吗？之前是我们大炎帝国不对，我们不应该赶走陈露剑仙。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后悔了，同时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我们想要去把他迎接回来。再说了，你若不是拿着陈露剑仙留下的那把剑，恐怕也不可能。都给我去死！叶姑娘，你应该留着我，你需要一个人来证明。证明什么？你今天最好给本女剑仙一个合理的解释，否则你将会跟他们一样的下场。你需要一个人来证明那把木剑是你制作而成，也是你救了我。至于那些修士之所以会死，完全是因为之前陈露跟妖族的人勾结，提前泄露了咱们的行踪，我们中了埋伏，所以这些人才会死。未来的你是咱们大炎帝国的救命恩人。同时，回去之后我会把国师的位置让给你，你将会成为有史以来第1位女国师。这些话必须要有一个旁人说出来，才更有说服力。叶剑仙，你说是不是？你说的有道理，不过这还远远不够。叶剑仙，那你还想要干什么？一句话，只要我能做到，一定会刀刃不让，竭尽所能。原本是本姑娘领导他们，可是出了镇妖关，是你不听我的话，结果那几万人中了妖族的埋伏，到了关键时刻，也是本姑娘不计前嫌，一人一剑把你给救了回来。你说是也不是？好，一切都是我的错，咱们大炎帝国的未来又掌握在叶剑仙的手中，都是我不该不听叶剑仙的话。很好，你果然是个聪明人。既然如此，那我现在就可以饶你一命。多谢剑仙，多谢剑仙。父皇，进来。我知道父皇最近几日肯定相当苦恼，在思考若攻下其他6国，到底该如何处置。儿臣绘制了一幅地图，已经把剩下的6国攻下之后的用处全部标注得一清二楚。宝贝女儿，
你果真是我的得力助手。等攻占下其他6国，我会把其中3个国全部交给你打理，你将会成为咱们大炎帝国第1个女帝王。接下来我们就只需要等国师和那些修士把宝物给带回来了。当初把陈露给赶走，是我做过有史以来最正确的决定。正是因为那个畜生走了，咱们大炎帝国才能变得更加的强大。皇上，国师跟叶姑娘回来了。我之前怎么跟你说的？以后对叶青姐姐请称呼为叶剑仙。她现在不是还没有成为正式剑仙吗？闭嘴！以叶青姐姐的实力，成为剑仙是迟早的事儿。再敢多说，看本公主怎么收拾你！对不起，公主，都是小的错。你刚刚说他们回来了，此次带回来多少宝物？赶快让人把国库给腾空，里面的金银珠宝找其他的地方放。从镇妖关外得来的宝物更加的重要。太监不敢说话，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。为什么不说话？皇上，只有叶剑仙跟国师2人回来了，剩下的那些修士还有官军，他们全部都已经惨死在镇妖关，无一活口。他们2人也没能将宝物给带回来。什么？5万人全部都死了，没有留下一个活口？那5万人里面可包含着仙府联盟的全部成员？为什么？老天为何要如此戏弄朕？父皇，您现在怎么样？没事吧？快把崔元年和叶青2人喊进来，朕一定要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。皇上，您一定要为死去的同胞报仇啊！都是陈露那个畜生，他暗中勾结妖族，把我们人族的弱点全告诉了妖怪，导致几万同胞惨死，无一活口。陈露就是千刀万剐的畜生。什么？畜生？真是个畜生！我们把他当恩人几百年，他居然做这种勾当！我说他哪来那么好心建仙府联盟？原来从一开始就设计好了一切。是啊，皇上，陈露那混账丧尽天良，骗我们骗得好惨，还好您慧眼识珠，提前把那畜生赶走了，不然损失更大。国师，既然妖族设下埋伏，你和叶青姐姐怎么逃回来的？公主，多亏了叶青叶剑仙，他早已突破剑仙境界，他只用一把木剑就打败了那些妖物，连青婉都吓得狼狈逃窜。叶剑仙是我救命恩人，更是我们炎国的希望，比陈露那畜生强100倍1000倍。此话当真？千真万确，剑仙就在门外。叶青姐姐，快进来！叶青姐姐，你什么时候成为剑仙的？为什么不告诉我们？柳莹妹妹，成为剑仙这种小事，没必要招摇过市。我又不像陈露那样的东西，生性低调，不到关键时刻不愿展露修为。这次实在迫不得已，才一剑惊天露出真面目。陈露那混账居然勾结妖族，令人发指。剑仙，国师说一开始我们占上风，是陈露出卖了仙府联盟弱点才溃败的。当然，都是那畜生干的，咱们一定要弄死他，为死去的同胞报仇。若不是他忘恩负义出卖人族，这次不知能发现多少灵气泉眼，带回多少宝物。剑仙放心，陈露躲在大前帝国，5日后我集结大军，直接踏平那里，过段时间再集结军队，跟随剑仙去镇妖关外寻宝。这次绝对攻城深反，谁敢不听我们炎国的话，直接杀之灭之。没问题，还有3件事希望皇上办一下。剑仙有何吩咐？我本来相当低调，但如今陈露真面目被揭开，咱们离炎帝国需要有人撑场面，其他人在我面前都形同蝼蚁，这艰巨之责只能我来承担。第一，我要国师之位；第二，昭告天下我已是剑仙；第三，让所有庙宇都供奉我的画像。陛下以为如何？剑仙，此事本该如此，即便你不说，我也会照做，不能再让你如此低调了。唉，皇上，柳莹妹妹，我到底是怎样的人，你们2者再了解不过。我生性相当低调，从来不愿意对外强调我的修为如何，所以这些年来一直装出没有突破剑仙的样子。但现在情况危急，陈露那个畜生又让咱们人族有所损失，我绝不能再继续隐忍，只有让天下人都得知我叶青乃是天赋无双、才貌双全的绝色女子，才能给咱们离炎帝国上下一心，全部服从我，随我一起抵御外敌，屠杀妖族。叶青姐姐，万万没想到你的胸襟居然如此宽广，实在让我佩服。那是自然，现在的我可是天下唯一女剑仙，再过几日直接发兵灭掉大前，咱
咱们休养生息几天后，我会再带众人出镇妖关，灭4大凶兽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我们先回去了。叶青姐姐慢走。叶姑娘，你刚刚在喊什么？我是怎么跟你说的？以后必须称呼我为剑仙，叶姑娘是你叫的。对不起，剑仙大人，刚才是小的不对，希望您不要介意。刚才小的表现还可以吧？应该没有让您失望。把这东西吞进去，别跟我浪费时间，快点！剑仙大人，您之前不是说过？你现在就想死？这是一种毒药，每隔半个月必须要服用1次解药，否则你就会肠穿肚烂，生不如死。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本剑仙身边的一条狗，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，敢对我的命令违背分毫，我就让你饱受极刑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我以后一定会找机会一雪前耻。这还差不多，从今往后整个大炎帝国都将听我叶剑仙的安排，我就是世间最完美的女人，那些狗男人给我提鞋都不配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剑仙大人，你问那个干什么？回答我就是，别问那么多。那片深渊到底是什么？目前咱们也不清楚，只是据传里面很可能聚集着大量的魔族，曾经有一位圣人境界的高手误入其间，结果最后都没能出来，直到过了10几年之久，大家才在深渊下方的河流中发现了他的尸体。这些年以来，大家也都不敢靠近那片深渊，但奇怪的是，深渊里面也并未出现妖物祸害我大前帝国，那里自然也成为了一片禁区。还有这等好事？国师，我们不懂。魔族跟妖族有所不同，魔族修炼所需要的灵气必须更加充裕，否则他们穷其一生也都没有办法修炼成人形。妖族需要的灵气则是稍少一些。刚刚你们说曾经有个圣人境界的修士无意间进入深渊，结果最后被杀，由此可见深渊之中大概率会存在着顶尖的魔族。否则圣人修士怎么可能无端惨死其间？这便足以证明，在深渊之内居住的魔族很可能在圣人之上。魔族圣人所需要的灵气往往是人族的几10倍甚至100倍之多。国师，您刚刚的意思是说，那片黑暗深渊很可能就是灵气泉眼？不错，只有这一种合理的解释。灵气泉眼乃是天下灵气之根本，其中的灵气不但充裕，更重要的是源源不断，生生不息。恐怕这也是里面的魔族不愿意出来的原因。他们只要居住在灵气泉眼内，就可以隐忍蛰伏，徐徐图之，等到出关之日，便可以肆意屠杀，血洗天下。若我们能将里面的魔族击杀，从而再将灵气泉眼开发，到时候整个大前帝国的灵气将会是最充裕的所在。剑仙，您刚刚说的可是事实？只有这一种合理的解释。剑仙，就算那黑暗深渊真的是一处灵气泉眼，恐怕也很难将其为我们所用。为何？回剑仙，您之前也都说了，在那灵气泉眼中很可能居住着圣人境界以上的魔兽。如此恐怖的魔兽一旦横空出世，恐怕我们整个帝国都会遭遇灭顶之灾。灵气泉眼的确是好，可如若为了那东西让我们大前帝国惨遭血洗，滋生滔天横祸，实在是因小失大，完全不值得。交给我就是。之前我说过，既已来到大前，就要当平天下妖邪，一个活口不留。剑仙，您可千万不能过去，黑暗深渊太危险了。就算真的想要开凿里面的灵气泉眼，咱们也得找一些帮手。我马上就去报告皇上，让皇上帮忙想办法。剑仙，你可千万不要冲动。我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忙，明天一早就前往黑暗深渊，管它里面有何妖邪，皆一剑灭之。剑仙，欧阳天拉住他的袖袍，轻轻的摇头，接着二人连忙退出了房间。你干嘛要阻止我？剑仙，此举太危险了。黑暗深渊是不是有灵气泉眼，我们现在都不知道，但里面绝对存在着圣人境界以上的妖魔，他去了回不来怎么办？剑仙做什么是我们能决定的，赶紧将此事报告给皇上。大前帝国御书房，秦天龙在批阅奏折，门外传来南宫云的声音：皇上，皇上，剑仙准备孤身一人前往黑暗深渊，他说在黑暗深渊内很可能有灵气泉眼。什么？走，咱们赶快去阻止剑仙。黑暗深渊神秘莫测，危机重重，稍有不慎就很可能坠入其中，有去无回。我绝不能让剑仙孤身犯险。晨露房间外，半炷香后，
擎天龙一行人来到屋外，发现屋内空空如也。快，将所有的军队集结，一起前往黑暗深渊。咱们绝不能让剑仙一个人去冒险。是，皇上。黑暗深渊边缘，数万大前军队集结在皇城外。各位，晨露剑仙为了我们帝国冒险，我们绝不能贪生怕死。今晚诸位且随我一起，跟随剑仙征伐黑暗深渊。前往黑暗深渊的路上，周围一片黑暗，晨露在黑暗中狂奔。当初实力巅峰时，4大妖兽联手，我也能一招灭之。若找到灵气泉眼，1个月内必能重回巅峰。现在我的剑道神符，连圣境以上高手都未必招架得住。每道神符都蕴含无量法则，对付魔兽绰绰有余。黑暗深渊外围，巨山如兽，峰顶深渊如巨口轰鸣。晨露靠近深渊，往下看去，其内红光乍现，为中心一处灵气泉眼，泛着淡蓝光泽。果然如我所料，圣境魔兽。愚蠢的人族，你现在找死！父皇，你快看，是一头圣境魔兽。快，咱们去协助剑仙。区区蝼蚁也敢在我面前放肆！这处灵气泉眼既然处于大前帝国境内，就不应该被你们妖魔染指。速速离去，否则本座定让你们死无全尸！愚蠢！今天我要让你生不如死！找死！几百年来，我用天地法则、万物精华滋养这些神符，力量比木剑更强。这怎么可能？我竭尽全力的攻击，竟然被一道神符瞬间毁灭。我今天……父皇，你听到了吗？前方有击响。快！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剑仙死在魔兽手中，即便我们全军覆没，也要保护晨露的安全。黑暗深渊外围，擎天龙等人赶到，见晨露静立山前，身旁是那魔兽头颅，众人见状，皆骇然失色。他居然击杀了圣境魔兽，难道传闻是假的？他实力依旧在巅峰。剑仙，刚才那头魔兽，叫他让出灵气泉眼，他不听，我只好杀了他。剑仙，深渊下面真有灵气泉眼。不错，只不过被妖魔占据，涌出的灵气无法为人族所用。今天我若全部是圣境魔兽，4头圣境魔兽，赶快保护剑仙先走。都出来了吗？那好，本座一块把你们解决。真是愚蠢！剑仙威武！安静，跟我一块下去。是灵气泉眼，真的是灵气泉眼啊！老天保佑我大前，日后必定兴盛。那些妖魔布下阵法，将灵气禁锢在深渊底部，只能为他们所用。都站远点！众人退至一旁。晨露一道符咒掷向湖面，顿时光暴神阵，引得灵气喷薄。好浓郁的灵气，我感觉瓶颈快要突破了。有了灵气泉眼，我们大前必将无敌天下。多谢晨露剑仙。大秦帝国御书房外面光芒璀璨，巨响连天。大秦皇帝跨门而出，望向远方。那是怎么回事？皇上，那么大的动静，恐怕是有上古灵气泉眼浮现。什么上古灵气泉眼？那是什么地方？微臣也不知道。赶快派人调查，这灵气泉眼到底在哪里？是。此话当真？你确定是上古灵气泉眼？皇上千真万确，肯定是上古泉眼。快查清楚那灵气泉眼在什么地方。明白。诸位卿家有事启奏，无事退朝。皇上，边境10万大军已集结完毕，想问何时灭掉大千帝国？后天，10万大军集体出动，一定要把晨露抽筋扒皮，挫骨扬灰。那个畜生敢与妖族勾结，必须得死！是皇上。皇上，昨晚天降异象，
七彩招人一夜未休。据说是上古灵气泉眼现世，手下觉得上古灵气泉眼万古罕见，咱们应该赶快派人去寻找，不管在哪个帝国，都应将其据为己有。简直是浪费时间，诸位根本不需要再派人去寻找上古灵气泉眼的所在地。昨晚本剑仙已经推算出，那上古灵气泉眼就在我们离炎国境内，不过被妖族所占据。等灭掉大前帝国，本姑娘将亲自带你们去镇妖关外，找到上古灵气泉眼。真的吗？剑仙此话当真？怎么对本剑仙说的话不相信？我可是剑仙，难道还有必要骗你们？那种拉低我身份的事，我才不屑于做。叶姑娘，目前无人可以确定上古灵气泉眼究竟在何处，您就贸然断定在镇妖关外是不是？混账，找死！尚书，你今天是活该，谁让你说话不过脑子，居然敢如此称呼叶剑仙，想死是不是？把他抬下去，不要让这种不识时务的东西碍叶剑仙的眼。是。叶剑仙，你刚刚说的话可否属实？皇上，你可不要忘了，本姑娘是剑仙。上次我只用一把木剑就打败了妖族大将，跟你们撒谎对我有什么好处？只要先灭掉大前帝国，我就会带人去镇妖关外找到上古灵气泉眼。好，剑仙尽管放心，只需再过几日，我们10万大军就会踏平大前，到时候一定将陈露人头双手送给剑仙。皇上果然是个聪明人，那本剑仙就先走了。我当然不知道上古泉眼在哪，但只要到时候把陈露杀了，就没人知道手中的木剑是他铸就的，到时候我就是离炎帝国第一人。大前帝国，陈露正在屋中修炼，灵气环绕周身。有了强大磅礴的灵气支撑，我的修行速度比原来快了不少，最多再过半个月就能将实力恢复至巅峰。剑仙，剑仙，进来。大事不好！我刚才得知消息，离炎帝国边境10万大军已经集齐，准备灭杀我大前帝国。大前边境目前总共只有3万多人，且综合实力远远比不上离炎帝国的10万大军。如果他们全力以赴，只怕凶多吉少。这么快？不错，边境的王将军写信求助，让我们想出破局之法。那10万大军来势汹汹，咱们到底该如何破局？他们3万人不管怎样都没办法守住边关。边关地区有多少百姓？大概有500多万百姓。让那些百姓连夜撤走。什么？剑仙让500万百姓撤走，这岂不是要舍弃边关？到时候让离炎军队长驱直入，剑锋直指腹地，损失不可估量。按照我的要求去做，我自然有办法。不但让他们10万大军有来无回，还得让离炎帝国偷鸡不成蚀把米。没问题，剑仙，我这就派人通知王将军。对了，再把你们兵部尚书喊进来，说我有事吩咐。是，剑仙。一炷香后，张龙匆忙赶到，直接跪倒在地。张龙见过剑仙。起来！明天中午将信封打开，里面装着灭杀离炎军队的办法。死，剑仙。下去准备吧。大前帝国边境军营，夜色深沉，王浩然心情沉重地望着远方。离炎10万大军来势汹汹，我们只有3万人，根本没胜算。将军，皇上传来密旨。什么？让我们连夜带着边境百姓撤退？怎么回事？敌军来犯，我们不战就逃，简直是懦夫行为。皇上说您是他手下的兵，应该以服从命令为天职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半个时辰后，3万大军集结完毕，全军撤退，通知边关百姓，跟我们一起撤到帝国内部。离炎军营，西门飞悠然地倒着酒，满脸轻蔑。区大前帝国派10万军队，简直是杀鸡用牛刀。西门将军，大前边关将领王浩然已经带着3万军队逃跑了。还真是个没用的懦夫，都没胆量跟本将军打。将军，要不要派人追杀？不用，让他们先跑几个时辰，天亮后再去杀。他们一边跑，我们一边杀，岂不是很有趣？让兄弟们好好休息，2天内灭掉大前帝国。是，将军。当初将陈露赶走，真是最正确的决定。如今叶青成为剑仙，境内还出现上古灵气泉眼，上天保佑我们大炎。皇上，边关西门将军传来信笺，说5天之内必灭大前。他如此有自信。西门将军说大前帝国军队溃败，甚至未正面交手，听说我们要进攻，边关几万将士就全跑了。
秦天龙那混账，现在肯定后悔当初收留陈露吧？我早说要封杀他，还有不知好歹的混蛋敢留他，不杀他杀谁？大前边境战场，西门飞率领10万大军高歌猛进，所过之处哀鸿遍野。大前帝国的人真没用，都是懦夫，彻底的懦夫。几天后我就能杀入大前皇宫，烧光杀光抢光。据说大前人等秦小月是绝色美女，我要好好享受享受。将军，看这情况，大前肯定被我们吓破胆，根本不敢抵抗。说不定用不着我们攻入皇城，他们皇帝就会乖乖求饶，送来降书。将军，他们要是投降，我们答应吗？当然不答应。那我们兄弟怎么享受？再说，是否接受投降，决定权在皇上手中。西门飞望向大前国都方向，脸上浮现狞笑。真不明白王将军为什么不敢和他们拼了。懦夫，彻头彻尾的懦夫。我们有100万人，齐心协力，肯定能击退敌军。为什么要逃？皇上到底怎么想的？百姓都愿意拼个你死我活，他却让我们当缩头乌龟。王将军，据说这都是新任国师陈露的主意。陈露就是那个被大炎帝国赶出镇妖关的陈露，正是他。皇上肯定被他蒙住了双眼，那家伙被李岩赶走，肯定心术不正，现在来祸害我们，要让大前所有人都当懦夫，丢脸，太丢脸了。王浩然接旨。微臣王浩然见过吾皇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命王浩然带领大军和百姓朝着一线天悬崖撤退，速速行动，若有违被斩。一线天悬崖那是绝路，皇上让我带百姓去万丈深渊，想干什么？要把我们逼死不成？公告，皇上真是那么说的。王将军白纸黑字，难道你不认识？这的确是皇上的旨意。王公公，难道皇上不清楚，一线天悬崖是一条死路，那下面可是万丈深渊，让我带着手下百姓朝着那里撤退，西门飞一旦追上来，他们都将必死无疑，那可是数百万条性命。一切都是咱们国师的意思，他说让你们撤往一线天，是目前对大前帝国而言最正确的决定。公公，是不是那个叫陈露的家伙蒙蔽了咱们皇上的双眼？您是他身边的人，让他切记不可上当。闭嘴，王将军，皇上让你做你就去做，一旦违抗旨意，那就是诛灭9族的大罪。再说了，咱们国师英明神武，一心为国为民，还轮得到你指指点点？赶快带着手下众人直接撤向一线天，谁敢违背你的命令，直接杀之。王将军，有的事咱家也不能完全告诉你，只是得提醒你一声，你乖乖的听话胜过一切。事不宜迟，王将军赶紧动身吧。王将军，咱们接下来怎么办？传令下去，朝着一线天方向撤退。都是那个叫陈露的家伙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他，他蛊惑了咱们的皇上，害得咱们那么多兄弟白白牺牲。知道了，王将军。什么？要让我们去一线天，是想要让我们死吗？皇上到底怎么想的？就算真的打不过大炎帝国，但也不能害死我们吧？说得对，又不是我们惹怒了大炎帝国，皇上为什么要这样？都给我闭嘴！谁若是敢违抗本将命令，杀无赦！听我的安排，朝一线天撤退，都跟本将一块走，前往一线天。什么？此话当真？他们真是朝着一线天撤退了？千真万确，将军。很好，很好啊！我明白了，肯定是秦天龙那个家伙知道他们大前帝国末日将至，为了提前讨好咱们，决定牺牲那些官兵。他还真是个很识时务的帝王，只是可惜，即便如此，我也绝对不可能饶了他。将军，那接下来咱们还用问吗？送上门来的肉，哪里有不吃的道理？一线天是万丈深渊，他们敢朝着那里撤退，那将必死无疑。看到数百万人一起跳崖，难道不是件很有意思的事儿？将军，您不觉得现在的事情有些过于蹊跷了吗？就算秦天龙当真，怕我们大炎帝国也不至于如此吧？给老子闭嘴！再敢跟我啰嗦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你太高估秦天龙了，就那个没用的废物，估计知道是本将军带兵，恐怕早就吓破了胆。他哪敢有那么多花花肠子？传令下去，全力逼近一线天！我要看着那些人在本将军面前跳下悬崖，全部摔成肉酱！是。兄弟们，过了这处峡谷，咱们就能看见大前帝国的逃兵，到时候都别给老子手下留情，有一个算一个，全部都宰了，要不然就把他们逼下悬崖。老子真的很想要看看一线天到底能不能被100多万具尸体填满。数十万大军正纵马飞奔，空中骤然发生遮天巨石，困于峡道的大军退无可攻，顷刻间人为血染，
哀嚎遍这怎么回事？我的脚！兄弟们，咱们根本逃不出去。这是埋伏，是大前帝国的埋伏。我们上当了。将军，接下来怎么办？我们从一开始就上当了。闭嘴，想办法往外跑。将军，逃不掉的，他们早就设计好了一切，等着我们钻进来。几个时辰后，数十万大军全军覆没。完蛋了，这一次我是真的完蛋了。我知道你能听见我说话，你到底是谁？区区蝼蚁，别妄想画大钱。这就是基地的10万精兵，不过如此。快点给我出来！给我出来！西门飞，这就是你的全部手段。是你，你居然背叛我们大言！你一个畜生，你一个畜生！居然敢辱骂国师，你是在找死！剑仙，原本我还以为咱们大前帝国将会遭遇灭顶之灾，真是没想到剑仙如此英明神武，只用一招诱敌深入，就让他们损失惨重，实在让我等佩服佩服。一切才刚刚开始，接下来各位将会面临更大的危机，不要掉以轻心。大炎帝国的底蕴也不容小觑。一线天悬崖边，身后是万丈深渊。王浩然拔出长刀，望着身后的将士们：“兄弟们，我们现在已经退无可退，避无可避。男子汉大丈夫，生于天地之间，有所为有所不为。我们不怕死，但我们绝对不能这么懦弱，这么憋屈的去死。原本我也想带着大家跟他们一起杀个痛快，可是咱们的皇上受到了那个叫做陈露家伙的蛊惑，如今变得昏庸无道，他居然准备让咱们白白的去送死。兄弟们，拔出你们的武器，现在跟我一块冲，和他们杀个痛快。各位，你们怕不怕？”半个多时辰后，前面不远处马蹄声阵阵而来，王浩然握紧大刀，全神贯注。王将军放下武器！马公公，你怎么来了？赶快让你手下的人放下武器！放下武器！马公公，难道你现在准备直接让我们投降吗？甚至都不准备让我们抵抗啊？皇上到底是怎么想的？先是让我们直接撤退，不与敌军交战，后来又跑到一线天，现在干脆命令我们放下武器，准备投降。他还是咱们认识的那个英明神武的英雄帝王吗？公公，反正我们都是死路一条，我们绝对不能当降兵，一定是那个叫陈露的家伙把皇上给蛊惑成了这样。王将军，我想你肯定是误会了，我也误会了皇上，更误会了咱们的国师。让你们放下武器，不是让你们投降，是没必要再抵抗。大炎帝国的军队已经全军覆没了。公公，你说什么？10万大军全军覆没？王将军，一切都是咱们国师让你们演的一出戏。他知道西门飞狂妄自大，喜欢过分轻敌，没把你们放在眼里。国师清楚你们节节败退，他一定会乘胜追击，所以干脆让你带着边关百姓根本不与之交战，直接逃跑，打消了他们的疑虑之后，再转而逃到一线天。国师和皇上已经率领大军在一线天的悬崖附近埋下炸药，只要他们大军一旦逼近，就引爆炸药。10万大军已经葬身在了峡谷中。什么？简直是个妖孽！看来我错怪了陈露，从一开始他就并没有想过要祸害大前帝国。皇上现在让我来喊你过去，说你此次表现的不错，要对你予以嘉奖。行，我们现在就过去。父皇，儿臣现在已经把您要求准备的东西给准备好了，庆功宴应该邀请的名单，还有相应的菜品，我都写了下来。做得不错，最近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你了。父皇，我只是有些不能理解，举办灭掉大前帝国的庆功宴，只是件小事，为何值得如此兴师动众？你不懂，咱们大炎帝国国力强盛，几百年间，不管哪个帝国都不敢跟我们正面作对。大前帝国收留陈露那个被咱们彻底封杀的人，如今5天之内被西门飞带兵所灭，咱们自然要杀一儆百。办庆功宴也是为了震慑其他帝国，让其他人知道我们大炎帝国仍旧举世无双，位居魁首。原来如此。大概还有3天时间，他们应该就能看到陈露人头落地了。等陈露人头被送回来，就可以让剑仙带领着众人直接去开发上古灵气泉眼。等到灵气泉眼完全开发成功，我们大炎帝国说不定将来很可能会出现一位先帝。国师和皇上已经率领大军在一线天的悬崖附近埋下炸药，只要他们大军一旦逼近，就引爆炸药。10万大军已经葬身在了峡谷中。什么？简直是个妖孽！看来我错怪了陈露，从一开始他就并没有想过要祸害大前帝国。皇上现在让我来喊你过去，说你此次表现的不错，要对你予以嘉奖。行，我们现在就过去。
父皇，儿臣现在已经把您要求准备的东西给准备好了，庆功宴应该邀请的名单，还有相应的菜品，我都写了下来。做得不错，最近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你了。父皇，我只是有些不能理解，举办灭掉大前帝国的庆功宴，只是件小事，为何值得如此兴师动众？你不懂，咱们大炎帝国国力强盛，几百年间不管哪个帝国都不敢跟我们正面作对。大前帝国收留陈露那个被咱们彻底封杀的人，如今5天之内被西门飞带兵所灭，咱们自然要杀一儆百。办庆功宴也是为了震慑其他帝国，让其他人知道我们大炎帝国仍旧举世无双，位居魁首。原来如此，大概还有3天时间，他们应该就能看到陈露人头落地了。等陈露人头被送回来，就可以让剑仙带领着众人直接去开发上古灵气泉眼。等到灵气泉眼完全开发成功，我们大炎帝国说不定将来很可能会出现一位先帝。叶青姐姐真是厉害，不愧是唯一的女剑仙。现在就只等西门飞的消息了。他说过5天之内必灭大前，我相信他。等他把陈露的人头带回来，朕就给他加官进爵，直接封他为镇远大将军。父皇圣明。皇上，大将军西门飞传来消息，说一切比他们想象的顺利，大战已经结束，还让我提前给您送了一份大礼，说您看见这份大礼一定会特别的喜欢。赶快进来。不用打开也能知道，现在盒子里面装的绝对是陈露的人头。好，很好。没有想到西门将军居然有如此滔天之能，真的是很了不起。原本说5天之内灭掉大前帝国，他只用了短短3天时间。等他凯旋归国之日，我一定要封他为镇远大将军。说的有道理，短短3天灭掉大前，还将陈露的人头给送了回来，的确是了不起。父皇，儿臣已经有一些迫不及待，想看看那盒子里面陈露的人头。好，没问题。西门将军给你我2人送了一份大礼，我们父女一起观赏。木盒开启的瞬间，2人骇然失色，基地颤抖着取出西门飞人头旁的纸条。这10万人的命我收下了，西门飞的脑袋还给你，陈露。10万大军全部阵亡。畜生，陈露跟我们炎国到底什么深仇大恨？先害死几万修士，现在又灭我10万大军。父亲，您别担心，现在有叶青姐姐在，我们根本不必怕那混账。我马上去喊叶青姐姐过来。快，速度越快越好，我绝不会饶了那个畜生。半个时辰后，叶青走进来，看着盒子里的人头，露出嫌弃。皇上，本剑仙今天要批评你，用人眼光实在不行，那样的垃圾也让他当将军，一个小陈露都灭不了，要他有何用？剑仙教训的是，现在边关10万大军被灭，希望剑仙亲自出手杀了陈露。只要您能取回陈露人头，将来想要什么，我都双手奉上。皇上，你是瞧不起本剑仙，还是太高估那垃圾了？居然要我亲自动手，他还不配。才区10万大军，难道就让大炎帝国伤筋动骨？剑仙，我只是希望尽快结束战斗，不愿看到那混蛋在大前风生水起。这还不简单？本剑仙可以肯定，上古灵气泉眼就在镇妖关外。你传令下去，告诉其他各大帝国，谁能灭杀陈露，就可以从我们炎国分得一些灵泉。你觉得他们会不心动？不可，剑仙万万不可！我们只是许下空口承诺，又没白纸黑字，事后不认账不就行了？免费让5大帝国成为我们打手，何乐不为？哼，等他们跟陈露打得2败俱伤，我们再发兵灭了其他帝国，岂不是坐收渔利？高明，剑仙这招实在高明，让我五体投地。记住，要是陈露不死，我绝不会去关外开发上古灵气泉眼。什么时候将陈露人头送给我，什么时候帝国才能变强大？明白，剑仙。对了，给我修建庙宇的事办得怎样？已经办得差不多了。速度要快，庙宇里我的雕像一定要镀金。本剑仙是大炎帝国救世主，让那些人烧香膜拜，都是给他们面子。我待会就传消息，让剩下4大帝国联手踏平大前。行，我先回去了。此话当真？那上古灵气泉眼真的就在大炎帝国？启禀皇上，此事乃是千真万确。据说大炎帝国
出现了一位女剑仙，剑道通身，天赋异禀，孤身一人就诛杀了数万妖仙。现在大燕帝国的人都将其当成救世主，在为他修建庙宇，广为传颂。他清晰地感知到上古灵气泉眼就在镇妖关外，只要能把陈露人头带回去，就可以跟他们共同前往域外，享用上古灵气泉眼。那个叫叶青的女子，真的已经成为了剑仙。千真万确，句句属实。越国皇帝沉默，在大殿之内来回踱步。半个时辰后，越国皇帝停下脚步。你现在赶紧修书一封，送给大燕帝国皇帝，就说我们越国愿意出兵20万讨伐大前。是皇上。皇上，万万不可！陈露剑仙乃是万世奇才，与整个人族有功。我们若是助纣为虐，帮助大燕帝国讨伐大前，只怕是有失人心。哼，各位，难道你们现在还不清楚陈露的真正面目？我承认，当初他独霸镇妖关一事，很可能确实是燕国皇帝捏造。可他不久之前连同妖族害死燕国几万修士，此事千真万确。若不是有剑仙叶青，还不知道那些妖怪到底要杀多少人。他就是个丧尽天良、残忍歹毒的小人，大家不要再被他骗了。如今不只是我们赵国、大秦帝国、越国，还有齐国3个国家的皇帝都决定愿意出兵讨伐大前。像陈露那样的畜生，人人得而诛之。再说了，只要杀陈露，就有机会可以共享大燕帝国的上古灵气泉眼。难道你们还觉得此事咱们不该做？皇上圣明，陈露当做。叶青陷阱，愚蠢的赵国皇帝成了免费的打手，而陈露早已在大前做好了万全的应对之策，就等着请君入瓮。叶青演戏演到连自己都相信了，全然没有察觉到木剑之上逐渐流逝的剑气。整个大燕甚至都没有人注意道关外集结的妖族大军。